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寒冬中，曾经举步维艰的万科集团，在先前所未有的资金危机，被迫砸锅卖铁式出售核心资产为生。此番瘦身健体恐仅是被迫举步的一个开始。5月8日，一则来自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转让公告引发关注。万科旗下一宗位于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黄金地皮将以22.35亿元的起拍价挂牌转让。这块土地面积达1.92万平方米，用途为商业办公，正是万科于2017年底以31.37亿元的价格拿下。当时计划在此修建万科新总部大厦。可惜，随着房地产寒潮的到来，万科的这一梦想也随之破灭。如今，这块帝王般的黄金地段不得不以7折的价格甩卖，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亏本交易。更令人惊诧的是，万科对该地块已有投资。据披露信息，项目南区已完成部分地下结构建设，而北区工程桩虽已完成，但因图纸问题而停工。如今部分青红皂白，整个项目连同已建设的工程一并打包出售。面对如此巨额亏损，万科只字未提，只淡淡解释此举是为落实瘦身健体一揽子方案。按计划，除房地产开发、物业管理和租赁住房3大主业外，其余业务统统将退出，而相关非主业资产将被大力出清。万科更直言不讳，每年将完成200亿元大宗资产交易，而今年更将加大力度，目标是至少300亿元的回款。毫无疑问，这已是万科在资金危机面前的最后一搏。恐怕很多人对曾经的行业老大万科都有太多美好回忆。事实上，当年万科中国商品房起家，开创了现代房地产之路。但如今，这家昔日房地产巨头正陷入巨额债务危机，稳定经营都已无以为继，不得不摆脱房地产主业的包袱，走上自我救赎的道路。从地理位置来看，此次转让的地块曾风光无限。毗邻深圳科技园，位于深港两地的咽喉要道之处，恰在深圳19个重点开发建设片区之一的超级总部基地之内，理应是大批总部企业和高科技公司云集之地，应当是推动深圳城市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地标。然而，如今的超级总部基地已经不复当年的神勇。根据披露信息，虽已有16个企业在该片入驻并开工建设，但其中不乏中兴通讯、Apple 这些过街老鼠的陪衬。此前，在与万科同一时间竞得相邻地块的恒大集团也早已撒手人，将该处于深圳超级总部基地的 B 塔项目贱价出售。虽后来依然获得了万科代建服务，但恒大离场也标志着该处大厦将失去最初的气象。即便如此，对于深圳这座城市来说，超总仍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黄金地段。随着后续建设的继续推进，怀揣打工梦想的中产阶级自然会被吸引而来，只是将建成的未来模样，无疑已与最初愿景相去甚远。就在不久前，万科集团还整装待发，斥巨资拓土，企图坐稳房地产大鳄的宝座。可随着行业的暴雪袭来，积重难返。若从万科2023年1季度的业绩数据窥斗，整个集团资金链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。在这个行业的寒冬期间，万科1至4月的销售额仅788.7亿元，同比狂跌40%。其后续的现金流回款也不可避免将陷入枯竭的尴尬局面。与此同时，压在万科身上的债务重压更是沉淀难负。本月12日，万科就将面临6200万元的利息支付。更为关键的是，5月25日还面临14.5亿元的人民币债券到期偿付。别忘了，8月里更有一笔人民币等值52.4亿港元的银团贷款将至期满。这还仅是冰山一角，按照公开数据，截至今年底，
万科将面临超过998亿元刚性负债到期。然而，万科集团的自救措施也已拉响警钟。4月底的年度股东大会上，总裁祝九胜被迫透露，未来2年万科将削减付息债务1000亿元以上，未来5年更需将付息负债总规模降1半以上。这意味着万科已无力维系当前规模，急需灵活资金注入来缓解燃眉之急。在不得不裁撤非核心主业的同时，万科目前仅存的3大主业也在走向没落。今年前4月的住宅销售已腰斩近一半，物业费收入更因为房产存量的持续下降而无疑将一蹶不振。至于租赁住房业务，在行业前景暗淡的环境下，自然也无从乐观。万科创始人王石甚至在4月底直接放弃了过去10年来数以千万计的退休金，只为和公司共度时间。曾几何时，万科在资金链和现金流充裕的情况下，还在谋求全球化扩张的步伐，如今却不得已将深圳超级总部基地等重地硬生生折价抛售。相比之下，昔日最大对手恒大遭遇的阵痛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万科的艰难之路背后，不啻是整个房地产业衰落的一个缩影。资金链断裂，债务缠身，一家家昔日举足轻重的龙头老大，如今都摇摇欲坠，阵前换将几度。行业大潮汹涌而来，已使不少房企在崩盘边缘徘徊。除了先导者恒大之外，融创、阳光城等昔日中坚力量也屡屡现金流断裂、债务违约的丑闻。就连曾一度稳坐行业第2的绿地集团，如今也染上了破产的颜色。一度备受追捧的郑州金曲房地产公司，更是陷入停工和拖欠供应商的窘境。与此同时，多地出现抗议浪潮，烂尾楼盘和逾期交房房屋的业主们集体上街维权，要求相关房企拿出解决办法。仅仅是过去1年，广州、佛山、重庆等地就出现了大规模拉横幅、静坐、游行等活动，形势之激烈，前所未见。在此大环境下，许多开发商不得不进入半死不活的状态。数十家房企主动提出申请破产重整，希望通过重组来重新谋生。但实际上，很多企业的破产重整无异于行尸走肉，只是勉强维系表面的活力而已。可以说，当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已经失去了底线，一片惨淡景象。即便是尚存一线的龙头房企，也很难置身事外。现在看来，行业重整或许已是大势所趋。与此同时，监管部门的行动力度也在不断加大。长期以来，房地产行业被指罪于高杠杆、高负债的扩张模式，这也成为了潜在风险的祸根。在3道红线政策出台后，监管持续加码，推出资金监管等措施，强令房企降杠杆。4月份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再次重申，将持续从严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，坚决遏制房企高杠杆扩张。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，未来监管将持续加码，房企被迫瘦身健体的大潮也将愈演愈烈。就连万科的瘦身健体计划，也被认为是在监管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。郁亮在股东大会上的表态，不过是向现实低头。当然，对于万科而言，如何在原业务模式下苟延残喘，也许早已不复现实。在过去数十年里，万科一直在奉行地产家的多元化发展策略，积累了大量非核心资产，包括商办、酒店、租赁公寓等等，都令过度杠杆化的万科陷入囫囵吞枣的窘境。有专家评论，严格来说，万科的主业一直就是不明确的，这也直接导致了其目前的资金危局。面对如此多重危机压顶，万科已无路可走，只能选择放手一搏。然而，就算顺利完成了资产剥离和去杠杆，
这家曾在全球地产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房企，未来能否重拾昔日的荣光，仍有巨大的不确定性。房地产寒潮将持续多久？未来还将有哪些房企坠崖？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前景又将如何？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。而万科的这一轮艰难自救，无疑将为整个行业带来一个引子式的警示。